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今天这个小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怎么样去磨剪草机的刀片。这个剪草机这个刀片需要磨吗？肯定是需要的，因为剪草的时候呢，草是很软的，但是呢，草地上有很多东西，这个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。我这里就随便剪了几个东西，例如这种小松球，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松脂，它是相当硬的，还有这种木头小木片儿，当然还有石子儿，从路上啊哪里被踢过来，散落在草坪上。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sprinkler head， 这个东西呢是塑料的，如果你剪草机的位置调得比较低的话呢，也容易碰到它。那这个 sprinkler head 就是上一次我剪草的时候，因为入秋了，我想撒肥，所以把它调得非常低，结果一下子就把它削坏了。力的作用呢是相互的，所以这个刀片呢也会产生一定的损害。那么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，这个是1年新的Honda的剪草机，大家把这个剪草机翻到一边的时候呢，注意呢往右边翻，这里呢是一个 filter， 如果往左边翻的话呢，它汽油很有可能会漏出来，所以往右边翻，然后把这个 filter 呢朝上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刀片在这儿，这里呢已经有了明显的破损。如果是不锋利的刀片的话呢，这个草实际上很多草是被扯断的，而不是被切断的。它的这个截面呢就不会很干净。这样呢，剪完以后，这个草呢容易泛黄，而且不利于新草的生长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说呢，这种剪草机1年是要 sharp 一次的。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做的。我拿了14毫米的这个套筒，然后把这个螺栓把它打开，要使点劲儿。可以拿下来了。OK， 好了，看来这两个螺栓可以不拆，我需要用一个这个夹子把它固定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破损主要是在这一边，这一边 OK， 还 OK， 但是也需要让它更锋利一些。好，现在呢，拿什么东西来磨它呢？我这里拿了几样东西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普通的磨刀石，你可以用它来磨。然后这个呢是一个锉子，这个也可以用来磨。这个是 grinder，
配了金属的头。那么这个呢是，当然如果你家里有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好，非常方便。但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，或者是普通的磨刀石都可以。但是磨的时候呢，要注意，一定要不要破坏它这个角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刀片一边是平的，另外一边是斜的，这个角度大概是30度左右，所以你一定要顺着它这个角度，顺着这个方向，不要这样磨一下，然后这边再磨一下，这样就会损害这个刀刃。同样的，这个锉子也是这样的。如果使用 grinder 的话呢，然后第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个盘是可以用来磨金属的，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盘，有的是磨木头的，有的是磨金属的，有的是磨那个砖石用的，所以说一定要确保这个是那个用金属是用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说这个30度的角一定要顺着这个角，顺着这个斜度，这样，然后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，这样的话会损害它这个刀刃。所以端的时候要端稳。好，我来试一下。这个刀刃呢，就基本上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眼。我觉得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换一个方向。这边破损是比较厉害的，所以可能要稍微多磨一会儿。现在可以看到它比较锋利了，但这里呢还是有一个缺口。但这个刀刃呢是已经显现出来了。然后这个背面呢一般是不用磨的，但是呢由于它破损比较厉害，所以我呢会用这个 grinder 轻轻的把它走一下，这样呢把它这个金属往里面卷的部分把它磨掉。
好，这样基本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刀片磨完以后呢，还有一道工序就是检测一下，大概的检测一下它平不平衡，因为你打磨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些金属被打磨掉了。那么这个刀片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呢，它要保持平衡，它需要两边的重量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才行，否则的话呢，它会产生比较大的震动，这样呢，对剪草机和草坪都不是太好。OK， 怎么测这个刀片的平衡呢？现在我找到这样一个很长的螺钉，然后把它drill在这儿。好了，那么我把刀片拿过来，把它放上去。非常的平，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如果是这种状况，那就这边重，这边重的话，它就要多磨，你就要把这个金属再多磨一点，让它恢复平衡。好，现在我就把它装回去，测试一下效果。发动一下，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草是非常干净的 cut， 说明这个刀片还是非常锋利的，而不是像这样呢就不太好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扯断的，而不是切断的。这样呢就非常好，它是切断的。好，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希望这个小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够点击订阅，持续关注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